大家好，我是 FC 加 Z。那本期影片为大家带来的是9月的 DC 杯环境分析。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介绍吧。那我们就不要讲屁话啦，我们直接开始这一期的就整个环境分析哦。因为其实这个 DC 前面是世界赛嘛，那就是在上一次9月吗？还是8月？我忘记上一次卡表几月。反正就在上一次卡表动过之后，我们就知道整个环境其实就是跟上一次的 DC 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啦，就最多的主流可能还是阎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多的像是消防队嘛，那这一次可能是优贝尔这样子。那整体环境上来说，我觉得算多元，就是能玩的牌组其实是不少的，但整体环境的优势主流感觉还是阎王啦。然后优贝尔应该是使用数会第二多的，我觉得这次用最多的一定还是阎王。对，那说实话，以一个在练世界赛，然后又回来练 DC 杯的人来说，有点受不了。真的，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看到阎王了。我拜托下次卡表把阎王砍得死一点，好不好？就是那个什么麒麟现一，然后篝火现一，该现的现一现，禁掉也可以随便。哇，真的就是真的不想再看到阎王了，不想在 DC 杯再看到阎王了，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管这个卡组到底是强度到哪里，但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是看吐了，你知道吗？就看太久了，真的看太久了。好，这边是题外话。好，然后我们回到这一次 DC 杯的环境分析啦。那随着树生和百夫长加入 MD 之后，就他们在整个 MD 的环境上来说是有占到一席之地的。那在前2天，就是我有打 PDC 嘛，然后还有礼拜天有打 DCKG。那其实日本玩树生的玩家非常多，然后就 DCKG 应该主要还是日韩的玩家，那日韩玩家玩树生的很多，然后阎王也很多，然后优贝尔应该可能搞不好还比树生少一点，对。然后百夫的话相对没有那么多，对。那这个整个环境的话 ，S 级我是一样给到是阎王，然后还有优贝尔。那从左到右的话，我暂时觉得没什么高低顺序之分啊，那大家自己参考一下就可以了。那 T 老样子啊，就 T 表就是排开性的，就方便大家理解这个环境的卡组。对，好，那阎王不用多说啦，就砍完之后还是一样很强。那在世界赛上也是大放异彩，几乎每队都带了阎王。对，然后优贝尔的话，手坑含量不算低，但整体废件量也算高的，所以没有感受到在整个环境里面有颠覆掉就是之前阎王 meta 的感觉啊。就是那优贝尔的优点是先手打完一样，跟阎王一样不太容易被翻盘，然后整体的手坑含量也算高，但缺点一样，就是废渣有点多。这个阎王之前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但看起来整体的卡组 power 还是不错的。然后 A 级的话是树生、百夫、烙印，跟我最后给了一套卡组是猪类。那在我的理解里面，这一次整个环境的话，就是前面6套卡组应该是大宗，然后后面的一些拉里拉扎的，就是比较少数人会去使用，但你还是会在环境上碰到的。那首先讲一下这个树生啦，树生的话，我原本对他评价不是很好，因为他很明显好像不太好打环境其他卡组，但前2天练下来有发现到，就是树生的先攻是真的还蛮强的，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被翻盘。就你只要档次交对地方的状况下，其实优贝尔和阎王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踩过他的场，然后他本身的耐坑性好，就这个环境手坑是飞来飞去的，就大家都带很多手坑，因为大家打完都太强了，就不知道怎么过，所以手坑飞来飞去的状况下，树生耐坑性好这个优点其实还不错，然后他对增值狙也有很好的就是妥协跟抗性，就他本身做招不会让你抽太多张。那百夫也是，百夫的话，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带很多深渊兽。那深渊兽在打到树生，然后1/4坏跟烙印的时候都还蛮强的。那打优贝尔的话，也常常有不错的效果啊。所以就美中不足的话，应该是他就是深渊兽打阎王比较没有用，然后百夫本身的档也偏少，就是一个药变加后台一个魔方阵的除去，所以其实百夫还蛮容易被阎王硬踩过去的，都要靠手上的手坑去做联防作战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操纵百夫的话，那个就更偏向先攻的大眼牌，
所以就不管是哪一种百夫，我觉得都还行，都还行。所以应该也是这个环境上一个不会太差的选择。然后烙印的话，我觉得比较偏绝活哥吧。一般玩家就不是特别推荐去做使用啊，但你如果喜欢也是可以玩。就你是烙印专键玩家的话呢，就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它在这环境上就还是能玩。然后猪类也差不多，跟烙印差不多。但猪类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它的手坑不太能带嘛，所以它就是带解牌。那解牌在这个环境上没有特定任何一张解牌是打所有卡组都非常有用的，所以就是它这版本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啊。然后猪类很容易刚好被针对到，比如说大家拿很多圣剑是要抓树生跟优贝尔，然后就刚好抓到你猪类，或者是有人拿次元环境想抓阎王，又刚好抓到你的猪类，所以就猪类的问题大概就这样。但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卡组。然后再来看到 B 级的部分啊 ，B 级给的是消防队，然后传爱兽跟那个60GS 啊，60GS 很多种，随便，反正就是放割草的。那具体来说就不太多做评价，反正60GS 真的都差不多，因为太多种了，我不想一一在列上面。对，然后消防队的话，我前阵子觉得使用率真的太低了，所以也没有打算把它排在表上。但是我前2天在练牌的时候，其实我的优贝尔后手是不太会赢消防队的，因为坑不知道为什么丢不太挺，然后对面就怎样都盖得出4张啊，盖出4张优贝尔就是过不来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上，搞不好会有人玩消防队也说不定，就应该不是一个太差的选择。但我觉得老问题啊，后手压力太大了。就是一样是大系统，然后费件多的状况下呢，优贝尔的手坑跟牌数可以压的比消防队还少。就是一样手坑的话，优贝尔牌数可以压比较少，对，整体应该也算更丝滑一点。所以，消防队就是耐坑性可能又比优贝尔好嘛，然后吃狙也比优贝尔来的更加有底气这样子。但后手感觉是压力更大，然后皮尔利就老问题吧，就是小白小黑限2之后，然后整体卡组的稳定性大概就是那样，然后能做的事也就是那样，所以不能说是不好的卡组，但也没有感受到在环境上特别有优势，因为你也说不出它特别优势哪一个对局，对吧？然后60GS 就靠赛的感觉，在 DC 上有点不太适合长时间周回了。拿去打一场比赛可能还好，但你要打那么多场的话，感觉不是上分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好，那以上大概是我对这个环境的理解啊。没有列在上面的卡组，你们喜欢都可以用。我没有说没有列在上面的卡组就是爬不到什么金头银头，没有，好不好？只是你如果没有特别专精某一个卡组，那依照这个表来选卡组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那这个环境上大概就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到范例构筑。范例构筑其实我只找了优贝尔跟阎王，因为最多的还是优贝尔跟阎王。然后这个是优贝尔，然后是 Gimlet 在礼拜天那个 DCKG 使用的构筑，然后是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哦，39胜17负。对，那卡组的张数是来到42张，然后有带劈头跟1换1，对，然后还有雷精灵、妖精跟绵羊。那绵羊我自己最近打起来，我自己是没有带的，但是妖精的话，我觉得蛮厉害的，一定就很推荐带。然后第2张神王可带可不带都行，对。那其他额外可以选择位置还有提风，然后跟风界凤凰，它是没有带风界凤凰的。那我自己使用的构筑大概也是这样，但我礼拜天 DCKG 其实打的不是很好，但我礼拜6 PDC 就赢很多，所以不知道，我觉得这版其实还蛮运气的，就先手跟后手的胜率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如果你是带到这么多手坑的话，但还蛮怕就是你先手牌跟后手牌抓反的，就是先手抓一堆坑，后手抓一堆动点，这种感觉。对，因为这版后手抓一堆动点，其实大部分场面都过不太去。像阎王如果是小蓝打完的场，那一定过不去；尤贝也是王座打完的场，那一定过不去，就大概这种感觉，所以比较尴尬。但这版应该还是手坑环境，然后再来是一样是 DCKG 的就 Stellar 的构筑啦。那这边是他 Twitter 的那个 @，你们可以在自己去搜寻。然后这个是他的
战绩是32胜15败，那一样是带了劈头，然后剩下就是基本无效系。那他的阎王飞是只有带1张的，对，然后一样是没有投入3战，前面的 Gimlet 的构筑也没有投入3战，对。然后额外的话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抽马跟独角兽他选了独角兔，那其他14个几乎都是固定配置的。然后阎王的话，最近构筑上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想法是带那个啦，真血弓啦，但是那个可能是你带了2个阎王飞或3个阎王飞才会考虑去带的。那竞争的格式应该也是独角兔这一格这样子。就真血弓在你只生得出2个8的时候，你有机会去把你的令儿值从2攀到3，就帮对面喷什么暗或是炎，然后你出暗灵石或是火灵石，然后去攀第3个令儿值这样子，所以就还行。然后你有时候也可以赌自己的蛇眼轴这样子。真血弓是最近看到比较特别，然后其他阎王几乎都是老样子了，就没什么特别的。好，那半地卡组的话，就是后面的卡组你们就自己去找。就其实有些玩家在推特上都会发他们自己的卡组，你们就自己再去参考一下这样。就其实大家组的都大差不差啦。我觉得这环境其实应该也差不多研究完了，应该对。因为有世界赛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都玩，尤其是世界赛选手啊，大部分都玩蛮多的。那感觉没什么新意。好，那 S 级的话，就灰狙炮这个是所有卡组共通的，就几乎必带，就不用多说。然后再来是锁跟那个 PSY 了，尤其是 PSY， 我觉得 PSY 这把蛮重要的，就它是能够有效打击上面所有卡组的一张卡片，就带了它，你后手比较有机会。然后锁鸟的话，打猪类有时候比较尴尬，打烙印几乎没有用。然后打百夫可能也不是特别有用，对，然后打其他的话，就是他有时候锁到会死，有时候锁了一点屁用都没有，就对面还是做出了大概可能什么2-3档，然后你还是过不去这样。对，所以锁鸟这张卡片虽然打很多卡组都有用，但它发挥不是很稳定。然后再来是 B 级的，就是深渊兽、陨石、兔子、无符筒。那陨石的话，之前可能都是几乎 MD 必带一张的卡片，但是这一版的话，我自己觉得陨石有点就是没啥用，就你只有打阎王的时候会丢了出来，但阎王又还蛮怕这张卡片，所以这个东西要不要投入其实很尴尬，所以暂时给他丢在 B。然后深渊兽也是，深渊兽打阎王没有什么用，但打其他卡组，尤其是树生跟猪类是真的很强，但你打环境大头阎王没有用的话，就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样。然后兔子跟巫夫也是类似的状况。然后再来是解牌的部分啦，解牌的话，先讲最左边的吧，三战之彩。就三战之彩是每个卡组都有机会去投入的，但这张卡片在这一版我会定义它比较像是一张先攻牌，因为后手捏着三战之彩几乎都不会。如果你是阎王跟优贝尔的话，开三战之彩你也基本上不可能去翻阎王跟优贝尔的场啊，你只有在打后面的卡组的时候比较有机会。但如果你是猪类的话，三战之彩就还算可以，对。然后1D 跟超融合，还有三战之号，首先是1D 跟超融合，这个几乎是只有猪类跟烙印可以放的。1D 打大部分的卡组都算有用，然后但不一定很致命。然后超融合是打优贝尔不太好用，然后打其他的应该都还可以。然后三战之号的话，就几乎只有60卡组会放，然后拮抗也是，就也几乎只有60卡组会放，而且拮抗的话，其实你这版大家拮抗下去，它要么可以挡拮抗，要么你拮抗完之后，它还有一堆挡要等你过，所以拮抗在这版的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你在高手互搏的局面的时候，那个拮抗就常常开的不到位。这边比较值得参考应该是三战之彩啦，我会定义它在这一版是一张先攻卡，就后手大概87%吧，你开了翻不了盘，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有点短啦，但是因为我觉得这版大家都打很久了，所以应该都打得蛮透彻了，应该不用我做太多分析，所以应该就这样。那希望这部影片有稍微帮助到你打 DC 杯的思路啦。那也希望今年有更多台湾的玩家可以去拼这个 DC 杯，好不好？就大家争取一下，代表这个亚洲区去世界赛的这个机会。好，那大家就这样。
好，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不错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贾真，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